歼36審判者跟歼50裁決者到底誰更猛？同志們，本期視頻咱們聊一個足以讓全球軍迷集體 CPU 過載的話题。很多網友現在已經炒瘋了，有人說呀，歼50才是真正的6代機天花板，也有人說歼36才是未來空戰真正的大 boss， 甚至還有人調侃中國这是左手阎王爺，右手黑白无常。但我跟你講，真正看懂的人其實已經開始後背發麻。因為絕大多數人還停留在哪架飛機性能更強的層面，可中國這2架飛機真正恐怖的地方，從來不是單機性能，而是它們壓根就不是一個賽道的東西。換句話說很多國家還在研究怎麼造更強的飛機，而中國已經開始研究未來戰爭究竟還需不需要傳統空戰，這才是最嚇人的地方。本期視頻我帶你徹底扒開殲36跟殲50背後的真正邏輯。為什麼一個被西方叫做審判者，一個被北約叫做裁決者？為什麼他們會同時出現，會讓西方徹夜失眠？為什麼說這不是2架飛機，而是中國正在重寫未來戰爭的陰陽雙生體系？看完你會發現，中國軍工現在最恐怖的不是技術突破，而是思維突破。因為別人還在升級武器，中國已經開始升級戰爭維度。我是不愛放大招，歡迎來到道路局。先說一個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細節：為什麼國外會給殲36起名審判者，給殲50起名裁決者？你品，你仔細品，審判跟裁決聽着像一個意思，但實際上完全不是一個層級。審判是什麼？是站在法庭上決定你有沒有罪。裁決是什麼？是你連上法庭的資格都沒有，直接執行結果。一個是規則之內，一個是規則之上。而這恰恰就是殲36跟殲50最大的區別。很多人把这倆當雙胞胎，錯，他們更像《封神榜》裡的2種神。殲36是正面鎮壓、橫掃戰場的楊戬，而殲50則是無聲無息改寫規則的路壓道人。一個負責讓你服，一個負責讓你怕。這背後其實是中國軍工第一次真正展現出體系化雙線路作戰哲學。什麼意思？過去幾十年，全世界的先進戰機思路其實都差不多。美國 F-22、F-35、俄羅斯蘇57，甚至歐洲6代機概念，本質都在幹一件事兒：如何讓單架飛機更強。所以他們瘋狂堆參數，引申機動、航程、導彈、雷達，說白了就是超級兵路線。但中國突然不陪他們玩，殲36跟殲50同時曝光，其實暴露了一個極其恐怖的信號。中國開始把空戰拆分成了2種維度，第一種顯性威懾，第二種隱性統治。殲36就是顯性威懾，它的特點是什麼？大，非常大。很多網友第一次看到殲36試飛的時候，第一反應不是帥，而是這玩意兒怎麼這麼大？甚至有人調侃，這不像戰鬥機像會飛的航空母艦。但問題來了，中國工程師會不知道大影響隱身嗎？他們當然知道，可為什麼還要這麼幹呢？因為殲36壓根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狗鬥戰機，它本質上是一個空中體系節點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會飛的空中作戰服務器。什麼意思？以前的戰鬥機是單打獨鬥，現在空戰戰爭拼的是誰的數據處理更快，誰的信息融合更強，誰的 AI 協同更恐怖。而殲36極有可能承擔的就是空中指揮中心、蜂群無人機控制核心、電子戰壓制核心、遠程導彈火力中樞。換句話說，殲36不是刺客，它是 boss。這就像古代戰爭，有的人是趙雲七進七出，有的人是諸葛亮坐在後方搖羽扇謀劃江山。真正決定戰爭輸贏的，往往不是衝在最前的人，而是那個操盤全局的人。這就是殲36最恐怖的地方，它可能根本不需要跟你近距離纏鬥，它只需要在幾百公里外開雷達、放無人機、分配目標、數據共享、電子壓制。然後你會發現，你面對的已經不是一架飛機，而是一個會飛的戰爭網絡。這就是審判者的意義，他不是來跟你商量的，他是來決定誰還能繼續參戰。那殲36既然叫審判者，那殲50為什麼叫裁決者？因為它更恐怖。殲36至少讓你看得見，殲50更多的時候是让你死了都不知道怎麼死。殲50真正可怕的地方，從來不是速度，而是存在感歸零。很多人還在用5代機邏輯理解6代機，這就像拿諾基亞的思維研究量子手機，完全不是一個維度。
五代機隱身本質是降低發現概率，而歼50正在做的是讓敵方探測體系整體失效。注意這句話，這是兩個概念。以前隱身像什麼呢？像考試作弊，偷偷低頭抄答案。而殲50呢，直接把你監控系統黑了，順手把监考老師踢出群聊。這已經不是躲避了，這是規則移除。很多人為什麼說殲50像 UFO？ 因為它的設計思路本來就不像傳統飛機，無垂尾、飞翼布局、動態隱身、AI 協同、全動翼監。這一套操作核心目標只有一個，讓你找不到我。你知道最可怕的戰爭狀態是什麼？不是導彈飛過來，而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危險在哪。這才是現代戰爭最大的心理壓制。孙子兵法裡有句話：善攻者，敵不知其所守。以前覺得這是文學，現在發現這是6代機說明書。殲50就是把無形2個字做成了工業產品。它的意義是什麼？一句話：中國開始掌握信息層面的控制權。注意不是天空控制權，是信息制空權。什麼意思？未來戰爭最重要的不是誰導彈多，而是誰還能看見世界。殲50最恐怖的地方就在於，它可能讓敌方雷達、預警機、數據鏈全部變成瞎子。以前戰爭是我打不過你，未來戰爭可能變成我根本就不知道誰在打我，這就徹底進入降维打擊。接下來才是真正讓美國最害怕的部分。為什麼中國會同時搞殲36跟殲50？因為中國已經意識到，未來戰爭不再是單机英雄的時代，而是體系雙核心的时代。殲36是什麼？正面壓制。殲50是什麼？暗影獵殺。一個像太陽，一個像黑洞，一個負責建立秩序，一個負責刪除秩序。你仔細想，如果未來004航母戰鬥群同時帶着殲36跟殲50出海，會發生什麼？殲36在遠處控制無人機，管理數據鏈，電子壓制，遠程火力覆蓋。殲50呢，則悄悄繞後，切雷達、預警機，獵殺航母。就像一個刺客隨便切你的 C 位。這畫面像什麼？像下圍棋。以前大家還在搶棋子兒，中國呢直接開始改棋盤，這才是最恐怖的。因为美國過去幾十年最大的優勢是什麼？航母體系、預警體系、全球信息鏈。而殲36跟殲50幹的事兒，本質上只有一句話：把美國最強的東西變成歷史。這才是真正的破防。很多人總以為美國最害怕的是中國超過它，其實不全對。美國真正害怕的是中國突然換了一種他完全不熟悉的戰爭邏輯。就像兩個人打麻將，結果呢，中國突然掏出一副撲克牌，不好意思今天咱鬥地主，這誰不懵？更扎心的是這背後透露出的是中國工業體系的全面成熟。以前我們總說中國製造，現在已經開始進入中國定義。注意這4個字，定義，這意味着什麼？這意味着未來戰爭的話語權開始轉移。以前規則是美國定，現在中國開始制定下一代規則，這才是真正的時代變化。為什麼最近幾年美國越來越焦慮？因為他突然發現，以前那個追趕者突然開始變成領跑者。最可怕的是中國還特別能藏，平時不吭聲，突然某一天，啪，放一個是非視頻，全球軍民集體睡不着覺，真是頭疼呀！一定是有人在竊取他的智慧。很多網友在調侃，中國軍工現在像班裡那個平時不說話的同學，結果考試成績出來直接滿分，老師都沉默。最後咱們聊一個真正值得所有中國人深思的問題：殲36跟殲50最大的意義到底是什麼？是贏嗎 ？No， 真正的意義是止戰。中國古代最高級的軍事思想從來不是好戰，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。什麼意思？讓別人知道你根本打不過，於是戰爭反而不會發生，這才是最頂級的威懾。殲36跟殲50其實就是新時代中國工業、AI、材料學、電子科學、體系工程共同結出的果實。他們背後真正站着的不只是飛機設計師，而是整個中國製造業、整個中國科技體系、整個民族工業能力。這才是最震撼的地方。因為真正強大的從來不是某一件武器，而是那個能不斷誕生奇蹟的體系。山河遠闊，星海蒼茫，從仰望別人到被世界仰望，從追趕時代到定義未來，殲36審判者與殲50裁決者，或許只是一個開始。真正的強者從來不是贏一次，而是讓整個時代都開始沿着他的方向前進。我是白放大招，下期再見。